迎持续锁定新闻大白话，我是黄韵晨，来介绍这一节国际话题的来宾。第一位是我们的资深媒体人谢寒冰，主持人好，大家好；以及我们的国际政治专家赖远谦，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前国安会副秘书长杨永明，主持人各位朋友好。好，我们来看到高市早苗的外交处境是越来越紧迫了吗？现在甚至是连美国也要插手，叫他不要说话了吗？我们来看到这个是日本的这个文春杂志透露的，说呢，日本的官员透露，那个时候川普打给高市的通话，他的措辞是相当的严厉哦。他说呢，川普那个时候说我们的措辞很严厉，说不要插手台湾问题这样子的话。那么高市早苗被问到这个问题，说双方围绕在强化日美同盟，但被问到川普谈及台湾问题的时候，高市早苗是避而不答，而日本外相茂木敏充呢，也数次的拒绝正面回答。会拒绝回答，是不是因为真如周刊所说的，说他真的是川普强硬的要求他别插手呢？不过呢，现在看到日本在这个联合国上面呢，也是态度相当的强硬的哈，他反驳中国大陆向联合国提交的一个信函。那这是日本常驻联合国代表山崎和之就中国最近致联合国的一封信函提交了反驳意见。他写道呢，文中所载主张与事实不符，毫无根据，绝不可能接受。那么现在前白宫的官员也说了，说现在双方的这个冲突呢，北京可能会冷处理到2026峰会。好，中国将试图冷落边缘化高市至2026年秋天举办的 APEC， 因为你不可能办成功的 APEC 峰会，却没有亚洲第二大经济体日本参与，所以那个时候呢，就是中日关系缓和的一个自然因素了。不过我们现在看到中国还是很强硬甚至要同俄方来配合调查，坚决去遏制日本的极右势力挑战。好，甚至登上了这个今日头条的这个上面的热搜。好，对于此次中俄战略安全磋商会议呢，双方呢也就日本问题来进行了战略对表，表达高度共识，坚决抵制任何为殖民侵略历史翻案的错误言行，日本军国主义卷土重来的一个同盟。好，现在呢，中方也开始在打这个历史牌了。来看到不断的敦促日方要深刻反省。那么大陆的国防部呢说日方将大量的化学武器遗留在中国境内，至今呢仍对中国的人民生命财产还有生态环境造成严重危害。日方应该要加快日夷化武器的处理进程。好，另外呢，日本的大陆呢也再次的把一些文物给拿出来说呢，之前呢看到了一个文物，上面写着一名日本士军以灭绝人性的口吻记述了当时部队占领南京后屠杀中国战俘的情况，信中甚至使用了很有意思、真痛快这种毫无人性的表述。那现在这个在冲绳那霸呢，也举办了这个南京大屠杀惨案发生88周年的一个追悼的证言会。好，与会人员呢是观看南京大屠杀为题的影片，并且在集会上面全体参与者为南京大屠杀默哀1分钟，而甚至日方的日军的信件还有日军占领南京后的照片，南京保卫战牺牲的军医档案，日军花剑部队的相册，还有英法文刊物等等的13件文物的历史料呢，全部都在这个时候对外公布了。而这个时候日本的态度是什么呢？日本的驻日大使馆就呼吁日侨在大陆要小心安全他说，南京事件发生88周年纪念日即将来临了，加上近期的中日关系紧张日本驻中国大使馆就发布了安全警告，呼吁所有在中国的日本公民必须要格外的留意自身的安全。不过这一切的起因似乎还是因为你高市早苗一席话吗？而现在不只是他当初的台湾有事日本有事，日媒经报说他早就有一连串的外交失误了。像是在这个跟习近平见面的时候呢，他是在非公开场合短暂微笑交谈的时候，随行团队呢从侧面拍摄，并且上传至社群平台，这是第一个错误。再来呢说在与习近平首次的正式会谈中呢，高市是直接强烈的提及香港及新疆的人权问题，并且高市又在会后的隔天，又随即在社群平台公开与台湾相关人士会面的消息，这种可能都激发了中国的不满。而现在高市还要去补充
防卫支出。对此呢，中国国防部当然也是没有办法接受的。他说啊，日本一再突破和平宪法的约束，大幅增加防卫预算。好，这个是推动杀伤性武器的出口，图谋修改无核三原则，说日本若执迷不悟的话，必犯众怒。而不只是中国方面啊，哇，日本的国内呢也有这个反高市的声音。来看到每日新闻就称了，说高市早苗曾多次反对增加防卫税，但他上台后竟然是提出要求，要将这个防卫费用增至 GDP 的2%。他的目标呢，达成时间还从2027提前到2025。他认为有必要填补缺口，确保资金。那么民众就很生气啦，说自民党在减税和补贴的时候都是慎重、慎重再慎重，结果呢，说到防卫费用增加呢，行动却是非常的迅速。好，我们来看到现在呢，中国啊，这个对日本的持续压迫之下，是不是现在日本的民众呢反弹声音真的是起来了？我们请教赖老师。我觉得随着时间越走下去啊，那日本的很多的民众重新去思考，然后去判断高市早苗的从上任以后到现在这一个月的所作所为，我觉得很多的想法会产生化学上的变化。先来看一下，如果说今天美国的总统川普打电话给高市早苗，是支持高市早苗，或者是间接的支持高市早苗的话，那今天日本绝对是大张旗鼓、高调的会强调说美国是站在他这边。但是为什么会谈到电话的内容的时候，他们隐晦，什么都不说，然后就像挤牙膏一样，一点一点被挤出来。那被挤出来的时候，你看，不管是《华尔街日报》把它挤一点，美国的媒体把它挤一点，连日本的媒体都开始在挤出这一些讯号的时候，所有的讯号都指向于不利的讯号。这代表什么？代表川普的这通电话是不开心的电话，也就是川普在警告高市早苗说：“你不要插手台湾的事情，你把事情搞坏了。你搞坏你跟大陆的关系，你会影响到我跟大陆之间的交往。”那这样的一个逻辑跟这样的一个态度，我觉得当讯息越来越多以后，会让更多的日本的民众，不管是他的在野党，或是中间的选民，或者是右派的选民，可能他们会去思考，尤其是右派的政客，这一些非常需要美国支持的右派政客，他们可能会去想，那接下来怎么办？如果高市早苗没有修补好跟美国的关系，那我讲是跟美国的关系，不是跟中国的关系哦，而是没有得到美国对他的支持的话，那日本还能走得下去吗？那这个部分里面，我们看到俄国已经先跳出来了。俄国的态度很清楚，在12月1号、2号的时候，王毅去参加这第20届的这个中俄的这个战略安全会议的时候，那俄国的态度很明白，就是共打日本。也就是说，日本它本身已经违反联合国宪章了，所以中俄之间有3大合作，这个已经公告了。第一个，军事科技的合作；第二个，情报的合作；第三个就是从现在开始一直到明年的中俄两军的联合巡航、联合演练，然后在日本的这个部分里面会更加的强硬。我想这个部分里面都释放讯息了。另外，东盟的国家除了新加坡以外，其他绝大部分的国家都一个一个开始表态了，包括印尼最近也在表态。那柬埔寨柬埔寨、老挝跟缅甸不用说了，连印尼都表态，他们反对日本高市早苗的走回军国主义的主张。这个会使日本它事实上越来越孤立，因为日本人他慢慢的会发现，这个韩国也表态不支持高市早苗，美国也是如此。那因此，美日韩的军事同盟条约根本不存在了。另外一个 QUAD 的印度也没有表态支持这个日本。然后 G7 中，连在 G20 开会的时候，马克龙都不太愿意跟高市早苗有这个公开场合或者是摄影机的画面中对他有露出任何一个友善的表情。而且整个脸是很臭，也就是说，欧洲人对军国主义是保持警惕心的。这样的情形都让高市早苗显得在国际间越来越孤立，这些都会让日本的民众重新思考问题。最后，中国大陆抛出一个你日本不可回避的问题，
就是2次大战期间你遗留在中国的化学武器，你要处理。所以现在看起来，中国真的打算要冷处理高市早苗的问题吗？杨教授，高市发言呢，我把它定位叫做右翼冲撞。右翼指自民党的保守派右翼，而高市33年的众议员的生涯，其实他跟保守右翼是非常密切，经常参加相关的这些谈话会。那他在今年的8月15号，他也去过靖国神社，他大概平均1年去1次，所以他的立场、他的思维就代表了自民党里面保守的这个想法。而在过去这1年2次的选举当中，其实自民党的票源，尤其是保守跟年轻比较反中的这些票，失去到一些小党当中。所以他上来之后呢，某种程度一方面是为他自己的支持率，也是为了拉抬自民党的支持度。所以民粹的思维，再加上保守右翼的这个一直以来的想法，所以使得他在做国会答询的时候一直想要凸显他个人的风格跟直言敢言，而且要这个讲保守、讲右翼要讲到顶的这种说法。那因此呢，你就看到他之前几次的发言，不只是这一次国会发言，他在去年跟石破茂竞选的时候，就曾经说过，台湾如果遭到封锁，就会影响到日本的存亡危机事态。但那个时候，因为他还只是个议员，后来没有选上总裁。现在他当上首相了，在国会谈论，就可能暗示的有日本会直接跳过美国，单干出兵到台海的区域。这个当然对中国大陆而言，这不只是台湾的问题，而是你要出兵介入到跟中国作战。那特别在台湾的问题上面，过去日本殖民50年，你战败之后，你现在要可能的军事介入，这个我想对任何国家而言在他自己觉得主权有争议的地方，外国或曾经的这个殖民母国这么讲的话大概都是很难接受的啦。那我觉得高市的这一番的谈话，他的冲撞，他是要冲撞日本自己本身的安保政策，他同时要冲撞整个亚洲在中美军事平衡慢慢的向解放军这边，这个就是往有利的方向的这种情况之下，他去冲撞这个结构日本希望能够做一个区域甚至国际的安全大国，他不只想自己做经济大国。那事实上，日本今年被印度超过，它已经成为世界第5大经济体，排名第5而已了，不像是以前排名第2，后来被中国超过，排名第3。所以我觉得日本内部也相当高的这种忧虑感跟就是担心整个中国的发展引起就是亚洲的变化。那当然他这个发言就踩到了中国大陆最严重的红线一直以来这个外交。那我觉得其实那个评论说明年2026年的 APEC 高市或日本不来 APEC 会办不成功，那怎么可能？你不来才好嘞。从北京的这个角度，但是我必须要讲一句话今天我们看到的最新版的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里面，反而是强调第一岛链，要求日本、韩国要增加军费来防范就是解放军对台湾的威胁所以这一点我觉得有一点错综复杂，甚至混乱，在美国川普这边的一个政策的表现。对，到底是希望日本在什么样的角色呢？我们来请教彬哥。APEC 成立的目的是为了亚洲的经济和平繁荣。那一个现在可能会提倡军国主义的国家，不让他参加刚刚好而已不是吗？所以我不认为这会是中国大陆的考量范围之内。中国大陆的考量应该就是日本到底会不会很明确的说出自己的立场到底是什么。我觉得这个是目前中国大陆最重要。实际上，傅聪写给古特雷斯的信里头也是要求日方说明他的一贯立场到底是什么，是你的一贯立场。他的一贯立场就是我的一贯立场，没有其他任何东西。你的一贯立场到底是什么所以我觉得光是日本就这件事情不愿意正面回答，你就可以看得出来，他不想，他还想要保持模糊，他并不想明确表达自己的立场。那到底是什么立场不能明确表达呢？所以我觉得这是高市自己要去想清楚的。川普当然不乐见高市在这个时候让台海这边再添变数，因为这个对川普来讲是毫无意义的事情。我正在跟中国大陆想要降温、想要进行进一步的谈判的时候，你在旁边搅什么局？而且你日本忘记了，虽然说我们是美日
安保。可是实际上，美国是日本的保护国，你如果因为你跟中国大陆起了纷争，那我到底是要帮你还是不要帮你？所以对美国来讲，你反而让美国陷入一个尴尬的境地。所以川普当然会觉得说，你高市最好少给我惹事。可是问题是，我看高市目前的状态，他并不想停止，因为民调看起来蛮鼓舞他的。然后川普也给他的压力，也是希望他能够提高相关的这些军费啊这些东西。所以我觉得他还是会往这个方向走。也就是我认为在高市，他尽管现在开始相对趋于低调，可是他不会停止去讨论解除非核三原则，他一样会提高军费，他一样会大幅增加日本的军力。我觉得他是在往这个方向走，这是他不会停止。甚至我觉得高市在他任内，他会企图想要让，就算日本国家不能正常化，至少要让就是他的军队正常化，他可能会往这个方向去走。其实这就是因为中国大陆看出来高市想要往这个方向走，所以才要在他刚开始的时候比较严厉的去阻止他。因为如果你放任不管的话，他就真的会去这样做。所以这是非常危险的。那在这种状态下，日本现在虽然有民意的支持，可是我一直说，这个民意支持会多久？日本真的能够像在这位官员所说的，一路支撑高市到明年秋天吗？我是不认为会这么久。我认为大概到明年春节，也就是2月多以后，开始日本的民意结构应该会出现变化。因为高市接下来要动的事情可跟中国大陆无关哦，是要增加日本内部的很多东西，去满足高市的需求。那日本内部人都达成一致的共识了吗？他们愿意支持走向这样的一个武装化的这样一个路程吗？虽然日本之前有民调说好像50%几的人愿意出兵为台湾出兵，可是假设真的要面临战争边缘的时候，人的选择可能就会不一样。所以我觉得日本现在还在一个民族意识的这个高潮上面，那这个高潮什么时候会落下来？我认为应该非常快。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回来。这几年中共解放军的军力是越来越强了，但是可怕的是什么？可怕的是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突然向你开战。这个是美国智库的最新警告啊。CSIS 呢，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最新报告就点出了陆军队近年形成一种非常值得关注的新能力，也就是冷启动式的快速战备转换。好，解放军能够在对手都还没有反应的时候呢，就迅速的从平时的状态切换到临战部署。那么其的关键特质就是一个突然性啊。好，因为传统的军事动员呢，很容易被这个卫星啊，还有情报系统给侦测。那么解放军的冷启动啊，追求的是把这一些准备痕迹给压缩到最小，使外界更难提前判断中国的军事意图，去大幅的缩短对手的预警时间。而最近呢，我们也知道中国啊，在东亚的海域呢，是大量部署了这个海警船。我们来看到它的数量呢，甚至是一度高达逾100艘哦，它的海上军力展示规模已经创下了历来之最了。所以如果他突然开战的话，哇，那个后果是非常恐怖的吗？不过对此大陆的外交部怎么说？说呢，这是奉行一贯的防御性的国防政策，中共海军海警是严格按照国内法和国际法在有关海域活动，不必大惊小怪，不必过度解读，更不要无端炒作啦。但是我们知道中国的军力还有军备是真的是越来越强了，尤其来看到这个076型四川舰最近也在密集的海试。好，美国媒体就说了，这可能会改变海战模式，让美军很担忧。好，中国解放军海军的首舰076型两栖攻击舰四川舰呢，在首次海试后的2周就进行了2次海试。分析指出呢，这一艘排水量逾4万吨的无人机航舰配备了电磁弹射系统，能够大量的部署隐形无人机，可能会改变现代海战的模式。那么美国海军战争学院也说呢，四川舰将引发海上无人机革命，迫使美军要加速的去反无人机部署，不仅提升北京远海作战弹性，更可能重塑印太区域的军事平衡，是美国海军应该要担心的一个军舰。
好，现在美国则是做出什么样的应对措施呢？来看到美国国防部呢，最终支持一个协议，并且认定协议内容要跟澳洲呢来购买3艘的核潜舰，说呢这符合川普的美国优先施政方针。接下来将依循内容，全速推进内容，包括坎培拉当局将在15年内采购至少3艘维吉尼亚级核动力潜舰。那另外，日本呢也提到了这个中国的威胁，他怎么说呢？这个是明治天皇的玄孙呢，他发文针对中国最新航舰福建号的一个讯息，说中方的航母呢不会进入有潜舰的水域，因为美国和日本的潜舰将成为其最大威胁。不过现在说到核潜舰呐，川普呢打算要跟韩国来一起联手吗？我们看到呢，川普正式背书了，说南韩要发展核动力潜舰的计划正在加速推进。此举也打破了美国数十年来反对盟友拥有此类敏感技术的立场。这项决定不仅将重塑亚洲安全版图，更可能引发区域内的水下军备竞赛，令原本自认在美日同盟中地位优先的日本政府也感到震惊。好，除此之外呢，美国也有其他的动作哦，他预计要采购这个30万架的无人机，这是美国国防部的一个新计划，将在未来2年内斥资10亿美元，为军方快速低成本的采购超过30万架自杀式无人机。好，这个是美国为了加快采用价格低廉无人装备进行现代战争行动而采取的一个最新举措。不过美国最近呢也是军方方面不断的在出包。我们来看到之前这个新闻啊，是在去年的时候，巡航舰呢盖兹堡号误将己方的2架FA-18战机误认成是也门胡塞组织发射的导弹，结果就向其来发射地对空导弹，导致一机坠毁。还好飞行员成功的弹跳逃生，但是吓得说自己的一生就在眼前闪过了。而且报告显示，除了1架飞机坠毁之外呢，还有第2架飞机也一样险些就遭遇这样的悲惨下场，还好是逃过一劫。当时还有第3架也都被瞄准了。好，除了这个误射自己人之外还有很多坠海的战机都到现在还没捞起来。来看到从去年到今年，杜鲁门号先后发生与商船碰撞，3架 FA-18超级大黄蜂战机折损事故。好，其中1架战机被自家的护航舰队给误击，1架呢在拖移机库时坠海，那还有1架则是着舰失败滑出甲板坠海。而这3架战机的残骸呢，可能沉入了红海底，到现在都还没有打捞成功。另外美军的反恐任务呢，也爆出了杀错人，说叙利亚特工潜伏多年，结果惨被击毙。哇，美国现在军事方面怎么这一直在出包？那么我们面对这个中国大陆的威胁，我们该怎么去进行这个防卫呢？我们来请教彬哥。其实 CSIS 现在才警告。其实解放军已经实际演给你看过了。今年2月26号的时候，他们就无预警举行过1次演习；4月1号又无预警举行过1次演习。这是什么意思？其实就是在告诉你，他随时随地都可以突然之间集结，然后就出发。那最近他在从东海一路到南海，他有上百艘军舰在这个地方。那这代表什么意思？代表他在让你习惯。随时随地在海面上，你都可以看到我一大堆舰队在这个地方。那久而久之，当你习惯之后，你会觉得有这么多中国大陆的船在海上是很正常的。所以，请问一下，你要怎么去分辨他什么时候是在准备要发起对你的攻击？所以，这个本来就是一个越来越难去分辨的一个东西。中国大陆现在当然是有能力，大概中小规模的攻击的话，它可以做到完全让你看不到。可是大规模的，他是不是有这个能耐集结10万人以上这样的军队，然后完全不被你发现？这个还有待考验。那可是中小规模，我相信它绝对可以让你完全无预警。那至于四川舰，它最厉害的就是，因为它是人类史上第1艘2栖突击舰是用电磁弹射，然后再用拦截把它回收的，所以在这种状况下，它又配备了大量的无人机，所以它会改变以后所有的这样的一个攻击跟防御模式，这个都是我们人类以前没有做过的东西，所以它到底能够演变出什么样的战术，那应该如何防御，其实现在专家都在研究，那也要到实战以后才能够证明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
那这当然对美国非常头痛，因为美国自己没有类似的东西，那我们要怎么样去演练这个战术防御，这个就非常伤脑筋。那至于 AUKUS， 其实早就已经讲了，说要卖给这个澳洲潜舰，可是问题是现在批准，你以为批准了15年之内你就拿得到吗？你确定是这样吗？因为美国自己现在造舰都大delay，所以他们自己海军都拿不太到船舰，你觉得澳洲的海军什么时候可以拿得到？所以我觉得讲是讲15年了，我认为在川普任内你一艘都拿不到，对吧？那川普卸任之后就很难说了。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那同样的，川普虽然同意韩国去造核动力潜舰，什么时候会造？不知道。那川普卸任之后，这个协议还有效吗？这个 deal 还有效吗？没有人知道，就是这样。但是我发觉美国人现在越来越喜欢，就是夸夸其谈，随便说说。10亿美金很多吗？10亿美金不多10亿美金你可以买30万架无人机。所以一架你平均只有3000块美金，你美国人做得出来？你是准备跟大疆买的，不然的话你怎么做得出来？以美国的实力，你要怎么样用3000块美金去做无人机？你根本没有这个能力嘛。所以这个一看就知道是随便说说的，就是随便讲。你如果说100亿美金，我可能勉强相信一下。10亿美金你要做什么？我真的，大家知不知道现在随便一艘船舰可能就10几亿美金了？所以你要买30万架无人机用这么少的钱，那表示你根本就没有真的很想做。那美军，尤其是美国海军，这几年来因为士气下降，出意外的情况越来越多。美国如果再不整顿，它的战力会逐渐下滑。好，我们请教杨教授。美国谈到就是希望日本、韩国要增加预算。那其实，在拜登时期，美日韩尤其尹锡悦还在任的时候，他们就形成一个东北亚的叫做小多边联盟。小多边，也就是成员不多，可是美日加美韩，它怎么样形成一个连结呢？那谈到就希望成立一个东北亚的 AUKUS， 也就是让韩国跟日本像澳洲一样，可以买美国的核潜舰。所以这个其实谈了一阵子。尹锡悦下来之后，李在明接续。他当着川普面说我要核潜舰，那川普隔一天在他的推文上说 OK， 好，你看他多重视推文啊，这种事情还用推文回答。可是日本这边就看得紧张了。那现在韩国有，那其实核潜舰的主要的用意对韩国而言，主要是针对朝鲜、针对北韩。那可是日本这边它会有一个非核三原则这个限制，非核三原则是1967年的时候佐藤荣作提出来，不生产、不制造。然后呢，不拥有、不制造、不拥有、不引进，那中间的不引进就限制了日本可以拥有核潜舰。所以高市的发言很大的用意，他的布局其实是要去冲撞非核三原则。我们也看到他开了这个讨论会，而且在明年年底以前，希望能够达成要去修改安保3法当中明文写入的非核三原则当中的第3项不引进。那一旦有了核潜舰之后呢，你当然就会看到美国的其他的，也许美国自己本身的战略核潜舰都会进来，美国的中程飞弹也许会进来，你就会可以透过这次川普他说要成员国你要分担责任，要分担，而且要移转责任分担就算了，他还要移转。所以换言之新的代理战争，新的第一岛链的代理战争就开始要浮起了。这个是大概一定会往前走的，因为这些国家跟地区碰到2大强之间彼此不确定的时候，一定会增加自己的这个防卫力，然后增加预算，增加军购，增加军购就会增加跟美国的关联。可是我是觉得这里面谈到了很多跟中美之间的冲突其实大家了解，中美都是核武大国，过去的经验是核武大国是不会直接发生军事冲突的，因为那很危险。他们双方都会避免，因此你就看到代理战争越来越清楚。过去我们以为只是台湾、台海，现在发觉整个第一岛链都在美国代理战争的设计当中。好，接下来我们请教雷宇清教授。CSIS 的评估它是根据我们过去要发动一场战争，部队要集结，然后你的战备的物资要往前推送粮秣弹药也要到往前推送，因为这样你才能够进行一场战争。那这样的话就容易被发现
另外，那你如果说隐秘的往前集结呢，有的时候可以用卫星的热感应去计算啊，说你是不是已经在偷偷的移动你的部队等等。现在的情况是这样子，由于这个台独蔡英文一直到现在的赖清德改变了现状了，所以没有台海中线了，没有防空识别区，大陆不断的在台湾四周举行军演，军演就是部队的移动，那也就是说变成是我例行性的常态性的移动，那就大家都会觉得说这是一个军演，其实军演跟战争是一样的。那菲律宾的小马可斯改变现状以后，大陆也在南海这个地方也不断的举行各种海空联合打击的军演，在菲律宾的东部海域、西部海域对菲律宾的联合夹击，南部海域对菲律宾的夹击、攻击、包围等等，其实不断的演练。然后另外现在高市早苗又改变现状了所以大陆已经启动帝国条款，那很有可能从今年到明年开始在日本的周边举行联合军演。那这些联合军演随时都可以由演转战，这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大陆本身它的绿化绿能的结果，它的武器弹药的推送，或者是它的部队的移动，你越来越难用热感应来侦测，所以 CSIS 才会越来越担心，叫做能启动，也就是什么时候一转变就是一个战争，你都不知道，也无从预警。那过去可以预警，可以侦测，现在是无从侦测，那就无从预警。换言之，也就是说，随时有一天你做了哪一个动作例如说假设我是用假设赖清德对宣布独立，或者是做了一个什么样的动作，那大陆很有可能那就开始发动战争吧，或者是高市早苗做了什么，可能就发动了。那这样的情况，其实整个态势就完全转变，这是让 CSIS 他们一直越来越焦虑。因为美国没有能力介入这场战争，刚刚有明老师他已经强调了，这是一场代理人战争，美国不会直接参与的，因为大国跟大国之间直接交战，以现在都是核武大国来讲，当然是不可思议、不可想象的事。好，那一旦是如此，只能够道义上、精神上或是物质上的资源，连物质的资源在乌克兰都显得非常乏力。不过我补充一下，我觉得日本的这个国王他的玄孙讲的话实在是太不实际了。为什么？因为日本的潜舰才16艘，目标是23艘，大陆的潜舰全世界排名第一，70艘。哇！我们都知道潜舰战最主要还是要靠潜舰。那日本你如何去摧毁所谓的福建舰，简直是有点尝试，好不好？有一点太乐观了哈。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回来。好，欢迎继续收看《新闻大白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樊启明，介绍这节的来宾，退役中将帅化敏帅将军。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政大国关中心兼任研究员严正生严老师。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淡江大学财经系教授聂建生晏老师。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好，这节我们先来关心美国川普他最新提出了国安战略的相关的一些文件哦。这个最新提出的国家安全战略呢，主要有提到美国将打造一个军队，要从日本到东南亚的这个相关的一些岛链，任何的地方来阻止相关的侵略。不过呢，最重要的，他有提到美军不能也不应该要独立承担，他是希望相关的一些盟国要付出更多的一些支持跟实际的一些行动。而这个新版的这个 NSS 里面就有特别提到台湾的部分有8次非常非常的多。那被提到了8次的台湾，今天就有媒体问总统怎么回应这件事情，总统只有微笑，没有做出任何的一个回应。倒是这个国防委员会王定宇他是非常非常的兴奋，按照他的说法是说，台湾对美国的重要性，用这个提到8次，他觉得凸显出非常非常的重要，在新版国家安全战略当中的描述是非常非常的清楚，而且也是一个正确的一个方向。我们可以看到王定宇是非常推崇这个 NSS， 而另一方面，这个纽时就泼了一些冷水，他说应该要稍微注意一下，因为台湾的重要性在这份文件里面只被简化成为
只有半导体还有航道，其他好像没有一些所谓民主价值的一些铺陈，都没有看到相关的一些说法。相较于拜登在2021年跟2025年所提出的相关的一些主张，是有多次表达一旦中国入侵，美国会协防台湾。不过川普呢是没有明确的表态，而川普呢国安战略呢只是在乎的是会不会影响到美国的相关的一些经济。在我们看到昨天所公布的 AIT 的一张照片就是 AIT 的处长邀请了我们的总统、副总统跟国安会的秘书长一起到他的官邸来吃饭在这个 AIT 的脸书里面发文，他公开鼓励言他最近跟这个赖清德还有萧美琴、潘孟安、吴钊燮一起举行岁末餐叙的画面，而且特别显示这个两国高层齐聚一堂，然后讨论深化台美之间的一些合作，整个气氛吃得好喝得好。不过大家要问一句，就是军购的武器要不要先交货？另一方面，我们可以发现这个赖清德跟萧美琴频频跟 AIT 的有一些互动，那还有包括他最近也接受了美国广播的节目，像一些知名的 Podcast 的一些专访这些节目大概可以吸引33%的美国选民，这被解读是不是赖政府他想要打进美方的决策圈所采取的一种新的一些方式那这个方式引出了一个新的话题就其中有一个这个美国媒体的战情室的共同主持人，他到了台湾来访问萧美琴，结果收到了一个伴手礼。伴手礼是什么？就是凤梨酥。他凤梨酥拿到之后，他到美国的这个白宫面前做开箱，而且在他自己的社群脸书上面做了一个公开他说这些台湾的凤梨酥非常非常的好吃，可是中国都把它禁止了，所以北京的法律战只会让他们会更美味这个是这个记者的一个开箱文。那我们的萧美琴副总统马上引用，他用了说，这就是为什么有人把它称为是自由凤梨又是变成自由凤梨。不过中国网友马上就打脸，他是说这个女记者是不是没有见过世面？他马上丢一个连结，你点这个连结，你在哪一个地方都可以买到这样的一个凤梨酥所以完全是打脸这个女记者。而另一方面，相较于王定宇呢，对于这一次的 NSS 是大力推崇在韩国媒体方面则是有不同的意见，因为韩国也非常关心这个整个战略、美国安全战略的一些方向。那按照韩联社的一些报道是说，这一次的报告完全没有提到印太的另外一个威胁，他有提到中国，可是没有提到北韩，也删除了过去常出现的北韩无核化跟朝鲜半岛无核化的一些相关的一个目标。另一方面，我们看看其他国家的反应，这个 NSS 还有警告欧洲，他对欧洲是采取比较一些负面的一些表列他有提到欧洲是已经面临所谓文明的消亡是对于这个欧洲是采取比较一些负面的一些看法，而且没有提到 AUKUS 的这个相关的一些协约。这里面可以看到，里面呢特别针对澳洲，因为它里面只被提到3次那美国政府包括了川普，他似乎只关心要施压对澳洲要增加他的国防开支的一些相关的一些目标。目前看起来，川普在乎的都是经济，希望大家能够多出钱。我们请一下帅将军。我想看这个局这国防安全报告出来很多人就各自解读。最悲哀的就是说，人家王定宇说台湾被提到8次，好高兴。是，台湾变战场，你有什么好高兴？老共要打，日本也要参加，美国要参加，菲律宾参加，我们变战场上4面8方的炮火集中，你有什么好高兴的？第二个，你要看清楚美国的整个的大的布局，他根本就不想他单独承认来保护中华民国台湾，他在烧韩国，你要参加表态，韩国说我保持中立。那日本是投其所好，日本是巴不得有这种承诺，所以高市早苗这么嚣张，那可以在台湾有事，日本有事，讲完以后又讲到新疆、蒙古，这个西藏，处处在挑衅，还甩一个台湾地位未定论，让民进党高兴得不得了。你看台湾地位未定论，所以这里面野心最大的是高市早苗。是。但是他的实力你要想跟中国大陆对抗可能有问题。日本的防卫政策向来说，美国动手我做后勤支援。那现在美国表面上为了明年4月跟川习会他现在不方便表态，
但是他鼓励什么？整个东南亚每个地方都武装起来。你看菲律宾已经答应他9个基地，但是菲律宾的军力实在太弱，所以你看，高市早苗又给他送船，然后高市早苗呢又配合美军的什么滨海战斗团，在所谓的珍珠岛链，就是说从日本4个岛下面琉球、奄美大岛、马毛大岛、这个石环岛，这边通通安上武器，因为原来滨海战斗团是一个虚应事故的了，把那排级的、连级的带到一个岛上放几枚飞弹，日本就给他加强，马毛岛给他盖机场、盖弹药库，就准备真的干一场。所以今天看得出来，美国是不想自己跟中国对干，但是就希望你们这些棋子跟中国打起来呢，就消耗中国大陆的实力。乌克兰这个例子摆那里明明白白，当初谁在挑乌克兰？是你北约跟美国在挑，甚至于打赢人家进入北约。今天乌克兰打不赢了，连北约也不让你上，欧盟也不让你上，台湾人还看不懂吗？所谓古立言跟你吃顿饭，就代表跟美国高层吗？我们以前跟打过交道，他是退休的外交官成立的一个，那不知道是低的层次。他在台湾当然跟你讲些台湾爱听的话。普丁是个商人，这个战略报告人家《纽约时报》看得很清楚，台湾唯一的价值，晶片跟军费，这是美国要的。因为什么？如果台积电通通搬去了美国，满足了美国的半导体，台湾在美国眼里还有什么价值？没有价值了。他为一个没有价值的事，他愿意去跟中国开一仗吗？各位脑筋清楚想一想，今天至少拿了台积电一半了。下面我们眼看的就是说，生产链的个人要去还不说，斩根截铁的，还要我们能教他美国的工人，这就是断根的做法。你假定说我们只提供工程师帮你做，至少我们还保留了自己的技术、秘密跟这个科技，你把它教会了，你还有什么价值？我们台商有很多经验啊，到大陆也是一样。当你什么东西都学会的时候，一脚就把你踢走了嘛。美国不是干这个事吗？是。所以你看，英特尔在挖美积电的脚啊。所以完全是以美国来做想。所以《纽约时报》看得很清楚，台湾的价值2个，一个是晶片，对，一个是航道，对。那航道就要维持这个畅通。其实中国大陆自己也需要这个航道，它不可能长久把这个航道封掉。所以我们把这个大局看清楚。第二个，美国现在有实力整顿两边的战争吗？因为他现在门罗主义里面对南美洲他现在很不放心了，差不多都是左派的总统，所以这次要打委内瑞拉，又警告哥伦比亚。你看现在巴西敢不敢讲话？因为他也要自己的后花园，所以你看他在东西两边，他都要的。在门罗主义来讲，只要不伤到美国的本体，不伤到他经济上的问题，他绝不会动手。你们这些棋子，你们动手，所以拼命的鼓励。他也知道台湾再给再多的军备也没有办法独立防守，所以他把所有希望放在日本。也难怪今天日本这么嚣张。无论我跟你讲，高市早苗现在一点退缩的迹象都没有。我们不要自我安慰，高市早苗在退了，没有退。他还讲内蒙古，他讲成南蒙古，那就是给你搞嘛。还甩一个台湾地位未定论，甩给台独的高兴的要死。所以我们这样看啊，中日之间还有的斗。美国能不能参加？川普保证他不会参加。我们请严老师。我想很简单哦，这个刚才帅将军已经讲了，台湾应该从这个当中学到一个功课。我在这个节目一再主张，川普就是找他的小朋友去打大人，然后呢，他自己打小朋友，他去打委内瑞拉，对啊，那我觉得他去找乌克兰去打俄罗斯啊，然后呢，这个美国就是这样，美国就是这种态度，等于是他这次这个很明显的，他就讲明说这样的一个印太的，如果说是战略布局也好，就是要你们这些小朋友自己去承担所有的军费，然后
那我们说好吧，那有没有 commitment， 有没有承诺？万一发生什么？没有，对不起，川普从来不给你任何的承诺啊。那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要看清这一点，就是好。如果说今天美国可能觉得台湾重要，但是现在的台湾重要已经不是这个过去民主党执政的时候，什么人权啦、民主价值啦，或者是环保意识、绿能等等这些东西，在川普眼中都是屁，根本不在乎。对所以我们今天跟川普真的唯一他看到的就是台积电，看到可能就是台湾人为什么那么有钱，多花点钱买东西甚至呢菲律宾这边的美军基地你也帮忙弄一弄嘛。所以我觉得我们要去想这个，就是到底我们值不值得把所有的筹码放在美国的身上？万一美国今天碰到是像川普这种总统，那完全就是以利益为考量，到时候把你出卖了。就像乌克兰，你看乌克兰刚开始多相信美国，哇，泽连斯基开头多风光啊，在欧洲、在美国国会去演讲，多受欢迎啊。到最后呢，你实在是没办法扭转。问题是，你不能扭转，美国跟欧洲没有责任吗？他们把你引诱出来去跟俄罗斯打，然后说我提供军费，但是呢，从来没有正式介入。我现在就要问一个问题：美国会不会正式介入？美国可能会再要求你买更多，他还说希望万一战后的时候，如果说今天没有发生什么，我们还要欠美国一堆的钱。所以美国的利益根本就是军火商的利益，我觉得就从这一点去解释。那至于我觉得讲到那个自由凤梨酥啊，我就想到美国在那个当年这个发生了这个伊拉克战争的时候啊，就美国大家都知道911之后啊，很多的北约国家全部帮助美国进入阿富汗嘛，因为毕竟他们是有条约关系，一个国家被打，全体都要去帮忙。到了这个伊拉克的时候，很多欧洲国家就想说，伊拉克没打你，你为什么要进去？所以大家就有怀疑，特别是法国啊，哇，美国人好生气啊，说2次大战、1次大战我们都帮助过你啊。那法国说你们独立战争我们也帮助过你啊。然后他们最后是什么？是说法国以后把那个法国的，就是我们叫 French fry 嘛就是这个炸薯条，不叫 French fry， 叫 Freedom fry。自由薯条是把他们去举掉，所以我一听自由凤梨酥，我就想到是这个我就觉得这有意义吗？喊了那然后你说大陆会买不到吗？到处都有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很多人就是我真的是觉得大陆他们现在在做的就是说，请你们美国的所有的网红没事去看一看，把东西播出来让大家知道那大部分现在美国人大概也知道大陆的基础建设啊等等，可是还没有看到一些其他的东西。我觉得我们台湾也不要跟着美国，就是被美国的记者给蒙骗我觉得我们要用真的是很务实的眼光来看对岸的发展，然后不要想到说这个对岸连这个凤梨酥都吃不到。好，我们请念老师。对，我刚刚也想用大人跟小孩的故事来说明了，但是我先用老师和学生好了。一个老师在课堂上呢，老师讲一个，这个同学啊，就 name 到他最少8次。你知道学生讲第1次就很高兴，哇，都不讲别人就讲我，讲第8次好高兴。你知道那个厕所又脏又坏，你知道这个学生啊最棒了，他可以去扫，这样就是所有的东西呢就剑指他。那他殊不知，其实老师知道，只有他最好用，只有他最可以怎么样？这川普1.0版不就讲吗？台湾是他的笔尖，可以夺对岸吗？当然，川普是一个非常极顶聪明之人，他的记忆之好也不在话下，口才之棒，是罗维思辨之强，而且呢，他可以每次都记忆到好到在80岁的人还可以记到所有的州长、各国使节的名字，这种人我非常佩服。但他聪明在很会算计。各位想一下，你看嘛，高市所发生的事情，说不好听一点，我有一个解读高市这个问题讲的所谓的未定论，实际上台湾未定论其实高市从头到尾也没有讲错，主要就是一个旧金山合约的问题。为什么旧金山合约会存在？它本来就不该存在的。1942年1月1号联合国宣言，26个国家签署的，任何一个同盟国，当时的任何国家将来不能独自跟战败国签。你做了这种动作，还没有把中华民国或者后来当然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或者有点 confuse 理由没办法请来，但你就不能签上，所以领土放弃，这一放弃当然就未定。这时候高市早苗了，你很聪明，在后面不讲话，对不对？我甚至都在怀疑是不是这是更好的机会，就跟乌克兰一样啊，你就尽量我不太管你，你就武器东扩，这个尽量告诉人家你要加入北约。
他现在好像这个西岸没有东岸没有北约，没关系，他来一个，过去还有一个非正式的印太嘛 ，Quad 不是吗？这个所谓的这个印太包括美日印澳不是吗？这个所谓的非正式的一个战略联盟哦，这战略你会发现好像也不太 work 了，印度也还不太听话。他现在很聪明，他又搞另外一套更为紧，他最大的敌人嘛，附近的，他号称的叫盟友，对不对？什么是盟友？他要号称民主联盟嘛，因为你只要喊民主，好像就是一个国家。说实在，这民主联盟也有很多是实行共产的，连新加坡都办共产。现在重点，当台湾就一直以民主为傲，可是我必须要知道一个，也就是我觉得美国最聪明的整个美国体哦，那川普当然也知道，美国最聪明的一招就是代理人战争嘛。各位想想，1940年10月29号，罗斯福讲了什么话？宣布告诉世界，全世界在战争，我们要好好的做我们的兵工厂，叫民主兵工厂，做好我们的武器，我们要把我们的飞弹、坦克、所有的飞机输给东西岸去打这个所谓的轴心国。然后这时候他就在民主联盟啦。1942年才会有1月1号的宣言，不是这样吗？可是你会发现，他 Continental 从来没被打到，只有在1941年是12月7号。故意一个阴谋论，让这个蓝云中医不是这个南北夹击了这个珍珠港，他就这反战有名嘛，是不是有名？但是他也不会在他本土打。各位在活生生例子，就现在正存在的乌克兰，非常清楚啊，乌克兰的战争从头打到尾，这个理由是怎么出现的？说不好听点，打到现在，美国还知道有一个正式的北约嘞。那美国在后面撑，现在我觉得川普就在做这一招，这一招很好用，但是东边好像没有这种联盟，我们来一个所谓的非正民主联盟吧。他反正这些小老弟，我讲了就算，我是一个老师或者我是个大人，我讲了小孩就会高兴，我只要提他名字他就高兴。每一个都很高兴，我就联盟了。台湾是特别的高兴。好 ，Anyway， 我觉得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当然，美国是一个太聪明的人，再怎么打，他可以卖更多的武器，赚更多的钱，但他出兵也可能意识一下下指导棋，做指导战略而已。你要他自己死伤非常难。那这样的做法对我们台湾利不利？我觉得喊8次，我觉得这是负面，不是王庭讲的正面。好，3位来宾刚才一直提到高市早苗哈，我们就来谈一谈高市早苗在11月25号跟川普的这通电话。现在日本的周刊有最新的爆料，这个爆料内容在12月5号的时候发文，他是说里面的内容曝光，有一个官员透露，事实上呢，川普当时对于高市的这个措辞是相当的严厉，还说了希望就不要插手台湾这样的问题的话。整个氛围是相当的严厉，而另一方面呢，日本的动作反制中国的动作也是不断，现在持续的在联合国哈，这是日本驻联合国的这个大使呢，他是再度致函给联合国的秘书长，主要还是针对中方也是2度主张要求这个高市早苗是不是要撤回相关的一些言论，然后台湾有事的论的这样的一个说法。那日本的驻联合国的这些常驻的代表是说，这与事实不符，缺乏依据，他们完全无法接受。而另一方面呢，高市是不是在继续惹事？这一次是针对 G7 的峰会哦，因为呢，日本是已经要求马克宏要谨慎考虑，是不是不要邀请中方参加在明天在法国所举行的这个 G7 的一些峰会。他说，如果中国去参与相关的一些峰会，他们没有办法去跟这个其他的成员来讨论涉华的相关问题，而且没有办法达成共识哦。不过马克宏人家正在这个大陆进行访问哦，所以人家甩都不甩他。而另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大陆方面反制日本的动作是越来越多哦，包括了这个有关于南京大屠杀，现在央视说要公布最新的有关于日军的一些信件，日军占领南京后的一些照片，还有保卫战牺牲军医的一些档案，还有日军花剑部队的一些相关的一些相册，这些以前都没有公布出来，在这个时机点要把这个南京大屠杀的更新的一些史料给公布出来。而另一方面，大陆的这个国防部也开了一个记者会，用词非常的强硬哦。他说，如果日方还是执迷不悟，必犯众怒，难逃历史和正义的清算。特地开了一场记者会，对日本进行相关的一些喊话。那日本的防卫首相小泉进次郎则是提到了这个110公里的飞弹计划，他说那是在3年以前就已经拟定了，他不知道北京为什么现在还要跳脚。而事实上呢，日本跟中国之间的一连串的一些外交上的一些危机
包括了台湾有事论，其实是压倒这个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因为之前有很多的一些作为就引起了一些注意，特别是我们可以看到这张照片，这是一个非公开的照片，包括了习近平跟高市早苗的一个碰面。那这个非公开的照片竟然被这个日本他们把它公布出来，其实这有蛮违背了这个外交上面的一些惯例。而另一方面，刚才帅将军也特别提到，高市现在用南蒙古这样的一个称呼，因为以前我们都是用内蒙古，可是这个高市特地用南蒙古，被认为呢是对北京的一个很明显的一些挑衅。而另一方面，这个高市早苗呢，这个针对这件事情呢，大陆方面的反制作为是持续的进行当中，包括了中国的3大航空公司免费退这个日本机票是延长到4个月，延长到什么时候？2026年的3月28号之前都可以免费，大陆的民众要去日本的机票都可以免费的去退票。另一方面可以看到，高市早苗现在还要成立日本版的中央情报局，这也引起了大陆官媒的注意哦。因为日本的国家情报局在统一化之后，很可能他要收集的就是周边的一些重要的一些国家，特别包括中国，都会变成他们一个监控的对象。大陆方面非常非常注意这件事。那现在呢，明治天皇的玄孙他现在也有意见，对军事的，他特别提到了这个福建舰，他是说这个中方的福建舰不会进到这个美日的潜舰的一些水域哦，这是因为美国和日本的潜舰会成为福建舰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威胁。请帅将军。首先，我们讲这个高市早苗，我一直在强调，他一点都没有软化，是他处处布局，所以这个问题哈，这个明治天皇的玄孙讲了个话是很有意思啊，他说美日潜舰为陆军福建号最大的威胁，因为他也盘算过，其他飞机、飞弹、战舰通通输给中国，不是对手。哎，那么美国压倒中国唯一的一点点呢，就是潜舰。是，那日本潜舰也不错，所以拿这唯一可以说到的东西拿出来说，这就可见两边的这个军力对比啊是很明显。是。第二个，中国大陆也在处处做回应啊。那个日本联合国大使讲，他说中国讲的这些东西啊，与事实不符，缺乏证据，所以央视就把你南京大屠杀种种野兽的行为统统给你抛出来，这就是证据啊。对，这个是铁一般的证据，不是现在能做出来的。那证据给你回答了，对不对？第二个，军事上的回答，你记不记得前2天，中国大陆一条055，一条054，一个075，就是说一个是一个巡洋舰啊055，再加上一个大型的驱逐舰，再加上一个2栖登陆舰，带一个补给舰到你澳洲转一趟。这4条船已经可以足足把你澳洲所有海军干掉。这就是你AUKUS要想形成我一个威胁的话，你自己掂量一下看。我现在可以到你澳洲去，下次我可不可以到夏威夷去？另外呢，从东海、黄海、南海上百条船在那里军演，军演。这个军演就是说，你从四面八，你美国不是布局，希望韩国、日本、台湾、菲律宾一起来围堵这个中国大陆嘛？那大家把你的军舰摆出来看看。那韩国早就讲了，我不参加，我也没能力。现在跳得最欢的是日本，台湾在那虚张声势，啊，8次提到台湾，提到台湾就是台湾危险。记得啊，《纽时报》讲得很清楚啊，晶片是美国最需要的东西。你有没有记得前2个月美国还有一句话，晶片搬不走，我先把它炸掉。这叫焦土政策，我拿不到，你中国也不要想拿到。那现在呢，因为搬了一半去，还有一半要搬，所以目前美国绝对跟中国保持很和平的态度。第一个，这个东西我还没拿全，台湾的1兆多的军费我还没收到，对不对？我还没有吃干，也没有马进，吃干马进很廉价的把你卖给了。美国还有很多，中国还有很多美国外债呢。所以卖台论的在美国也是一大片的声音了。你不要以为不可能哦。站在川普的立场，我也不要死人，我也不要打仗，我不要花钱，
坐收台湾的钱，坐收中国大陆的钱，有何不可呢？商人来讲，这是最大的利益嘛。美国不死人，也不要消耗，跟中国打仗。第三个，台湾的钱吃干抹净，中国大陆还要送我一笔，然后我也不要做什么动作，我只要宣布我放弃对台湾，动张嘴就可以。动张嘴就可以。天下还有比这个更有利益代价的事情吗？这种事只有川普做得出来。是。因为他不像拜登还要做一个假的高大上，我们自由了、民主了、人权价值，川普眼里这都是 nothing， 狗屁东西。他要的就是钱，因为美国现在再不抓点钱呢，他的通膨跟他的美债就会让他崩溃。是，所以他现在全世界都在捞钱，哪怕是他的孪生兄弟加拿大，你都要给关税。那你这种做法已经六亲不认了。好，高盛还甩一个炮。他说：“法国不要参加，请中国大陆参加。现在马克宏在大陆欢得很呐、对不对？中国就是处处对着你高市，你这招也没用，那招也没用，将来就是你日本一个人面对中国大陆。”是，我们请严老师。我想啊，就是说第一个，高市跟这个川普的谈话啊。听起来好像没有看到他特别承受到这个来自于川普的压力，一开始我们都没有看到嘛。那这样的一个表述，一开头就像我觉得就有点像是大陆跟习近平跟川普的对话我觉得常常我用两岸关系来讲，就是互不承认、互不否认然后一通电话各自解读那就是说你今天高市你没有说的。我也不说，你有说，你不说的不，你说了，我也没有说我一定赞成你有，就是说我承认这个，所以看来看去，川普还是愿意说让高市讲一些话，可能是会就是对中国是得罪中国的，但他要做好人。我跟习近平的关系有多好，我跟普丁的关系有多好，我跟金小胖的关系有多好，他就是跟这些领导，然后让他底下让他这些。这个就是我们讲主子吧，或者说代理人去惹这些那虽然他也讲过，希望高市不要，我认为他讲这一句不要插手台湾，是应该是说，在我4月访问之前，你不要给我搞得太麻烦，我要去做一些事情4月之前，结果现在搞得比较，我觉得是对。美国对川普来讲是有点棘手，就是高市好像也不受控制。那但是呢，如果今天美国我觉得习近平大陆常常会，我们过去不是也听过吗？说只要美国愿意出手台湾的民进党政府也好，日本政府也好，会比较能够管得住一些。我相信川普一定也是希望在习近平的眼中。他是可以管得动这些的，所以希望不要有在这个时候出麻烦。那当然，你说大陆手上的工具多不多？很多，你把历史挖出来，没事就弄一些文件出来，没事就拍一些电影出来我觉得没事就放一些在这个社群平台上面放一些这个短的影片，然后介绍这个当时的一个日本侵华的历史等等。所以你这个东西，日本是没办法说。完全否认的这个因为这些东西有很多是历史学家找出来的证据，那有一些真的是也是文献上面都有的那我觉得这一个就是大陆也不想在这个时候就对高市好像他好像没有在继续恶化的情况之下，那我是不是就此松手？我觉得大陆也没有松手，就是保持现在的状况。那这两个这样僵在这里，我觉得到最后大概。大陆也会伤，但日本伤的比较重一点，那就看两国领导人会不会到最后经过川普明年4月访问之后会有一些改善。是因为我觉得川普当然还是希望说他要让习近平知道他是可以主导，可以甚至可以这个怎么掌控日本政府的让他这一些就是不愉快的事情不会因为这个。他们高市提出来之后，影响到川普跟习近平的交情。那最后我要提一下就是说，日本，你看一开头讲的说是无核三原则也可能会改了，然后呢，这个宪法和平宪法可能不会动，但是呢，变成
自卫队变成这个正式的军队了，现在还要搞一个中央情报局，就是感觉上日本就是要全力变成一个我们讲所谓的正常国家。可是日本在亚洲，你要搞正常国家，那大部分的国家都曾经被它侵略过，所以大家会有一些想象。那特别是过去2次大战结束之后的和平主义者，慢慢走进历史了。所以现在的日本新一代的可能没有那种对于2次战后2次大战被丢下原子弹那种恐惧，所以军国主义会复兴。那我觉得大陆大概不断的能够就是做的就是提醒日本，你们曾经因为崇尚军国主义，最后搞了2颗原子弹，你们还要继续这么做吗？好，我们请聂老师。OK， 我先讲一下那个，我们讲 G8， 这讲中文不好听啊哈。我们有 G5、G6、G7、G8。那么为什么有 G5？ 这是有缘由的哈。那个我们都知道，2战之后 Bretton System 就布雷顿森林协议，美国一国独大，它美元霸权，就是我们讲 N-1 的 redundant problem， 它的美元黄金唯一挂钩1盎司黄金35美元。从那开始，真的美国真的控制了世界。可是1973年 Bretton System 在2月23号正式瓦解。那当然1971年8月15号，这个尼克森就宣布放弃。那个时候，其实美国惶恐，他也开始去跟石油签一些重要的一个跟美元交易的一个清算机制。可重点来了，全世界对美元开始信心不太保。这时候呢，大家就想说，那我们 IMF 呢，就国际货币基金里面一些进出口交易的这些货币国家，我们每次用这个超过1%进出口的人来作为它的权重换算，来换算一个新的可能未来取代外汇存贷叫 Special Drawing Right 叫 SDR 的这个美元，有可能来取代的时候，想一想说太复杂了。结果在1973年的时候就想说，只有5个国家最大，这个5个国家真的远超过其他国家。就定出了所谓的工业发达国家嘛，就先进国家叫美日英德法。可是后来呢，当然不管是广场饭店协议或者其他各种协议，就不有时候加拿大，有时候意大利，就有时候会有 G6， 可G6，但 G7 呢，后来俨然就成立了，维持世界最稳定，就把加拿大、意大利就加进来。好，那我为什么讲这个？是因为 G8， 好，这个我有时候不小心讲，中文不能讲。过去呢是俄罗斯，为什么俄罗斯已经被列定为发达国家？因为在2014年，讲8大工业国，对，这样好听一点。民众比较能够了解。这个已开发国家8大工业国，2014他克里米亚那时候不是在拿回来之后，其实会就要让他加入，可是北约国家英法都不太赞成，实际上他也反感，因此他也无意加入了。可是川普呢，实际上跟俄国是不错的。2018年又想请他加入，有没有？但还是没加入。但你大家知道，其实我们的对岸中国其实慢慢潜入起来，在2002年加入 WTO 之后，2003年赚了1000亿的外存，2006年1兆，2009 2兆，2011 3兆，2014 4兆，这沿路的外存激增的时候，大家看到他有钱。在2003年9月20号，G7 国家就在杜拜开了一个大公国会议，仿效广场饭店的协议，就是当时也想说。中国必须升值，你开始赚钱了。未来你可能要加入 G8， 其实这个 G8 就8大工业国家也有这个中国的呼声。其实各位想想，那个时候20年前就有这样呼声了。那我们再看这10年，从2003到2014，中国的经济增长是2位数，到2014 4兆多4万亿的外存底的时候，那是只有累计啦，后来回到3兆多。各位大家都看到它的经济的起飞。其实很多人都讲过 ，G8 将来就是它了，不是俄国。好了，那现在重点来了，马克宏今天走的路线是完全对的，而且说法英法大家不会那么反对，但现在就是美国还有日本，这里面还就这2个国家。但是你要知道，比实力来讲，我们现在还是不把我们的对岸当作好像也发达国家，可是你知道它的实力已经不可小觑哦，你知道这非常重要。好了，那当然，其实我们时间关系，要不然的话，这个 G8 的未来的氛围会怎么走？我觉得有机会大家去观察一下，将来。中国只要不是那么的战争激烈的话，中国迟早就是8大工业国里面重要的一个组成国。就像它都超主权货币现在就是美日英欧人嘛，就是这5个，那这个 SDR 人民币都进去了，它怎么可能会不进去呢？未来。